大家好，本影片介绍如何自动化分析锂金属界面的反应机制。面对数百颗原子，步数1万步以上，又不止一个系统，人工一个个翻找哪个分子断键，又有什么新键产生，想必会非常崩溃吧？因此，开发这个自动化的程式来分析断键与新键形成的程式。这个界面反应所含有的溶剂有 EC 以及 ENC，所使用的阴离子有 PF6 以及 TFSI。这几颗分子只占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，完整的是长这个样子，里面含有许多颗 EC、ENC、PF6、TFSI，还有锂离子。下面这里是5层锂金属，在下面一层是氦层，用来防止下面的周期的电解质往上进行反应。使用的 script 是 reaction.py， 先用 help 看一下有哪些标签。其中要特别提的是 scaling 这个标签，当分子较大时，数值要设比较大，预设值是 2.5。EC、ENC、TF6 和 TFSI 都不是大分子，缩放系数设定 2.5 绰绰有余。Scaling 的逻辑比较复杂，详情请见介绍 Scaling 的影片，或者是2025年 Charlie 的论文图3之8的文字说明。以下是 reaction.py 的实作。引入 reaction.py， 读取 xDataCar。跟别的程式不一样的是，本程式必须仰赖分子群组档案，也就是 molecules.csv， 由 molecules 标签来引入。在这个程式中 ，molecules.csv 是必备的。建议内容只显示阴离子以及溶剂的资讯，不要有锂金属以及锂离子的资讯。在 bond.py 已经讲解过调整键长的格式，这次我调整 cc 键长为 1.75 angstrom， 并使用 bond 标签引入。按 Enter 后就会进入步数环节，输入感兴趣的范围，按 Enter 后就会开始读档，并且执行。系统一共读取331颗原子，原子数目越多，步数越长，等待时间随之增加，加上台3和台4都有限流，因此建议使用计算节点计算，请见讲解多核心计算的影片。再来看输出档，会以资料夹输出，预设名称为 reaction。bond.breaking.dat 记载有断键相关的资讯。bond.building.dat 则是记载新键形成的资讯。bond.breaking.dat 以分子作为分类的方式，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分子断了几个键，它会记录断键的时间、原子编号、元素、位置，以及判定断键的距离，大于这个数值就会被判定为断键。由于环状结构断键后还不会产生新的分子碎片，要再断一次才会，因此 EC 在 New Fragment 的第一次断键中没有新碎片，要在第2次才会有。如果有新的碎片产生，它就会显示这个碎片的组成，可以看到 EC 都会产生 CO 跟 OCCO 的碎片，甚至还有的会断第3次。TFSI 断键可以清楚展现 fragment 的排列是按照特定的化学区块，可以看到 TFSI
会有 SOO、N 跟 CFFF 这几种单元，还可以看到断出去的碎片是什么。Bond building 点 DAT 与 Bond breaking 点 DAT 类似，其中 new fragment 是会显示合并之后的碎片形式 ，molecule 会显示来自的分子。这个例子就是 EC5 的碳以及 TFSI1 的碳形成的键结，碎片由 COCFF 组成。期待这个自动化分析工具极大地减轻了大家的负担，让锂金属界面的反应机制的研究得以快速而且深入。